胡大人，进来。我的项目，胡大人别害怕，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忙。你们看，这旗子上有图案，好像变了。这灵符怎么和刚才不一样了？四象化魔，大旗将覆，夜煞降临，执掌天下。四象化魔，大旗将覆，夜煞降临，执掌天下。怎么会有老虎？有老虎！胡大人，胡大人，这官府上，四象化魔，白虎杀人了！白虎杀人了！白虎杀人了！包围现场！怎么了？全身骨折，五脏位移，定是高空坠落而亡。可这些撕裂痕和洞穿痕是在死之前出现的。这些伤都是怎么来的？凶手是凶手，有利爪和利牙的凶手，类似于虎豹这种有利齿利爪的凶手撕咬造成的伤口。你们当真看到了林上的老虎？不只是我们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老虎飞到空中杀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也想不明白。兴文3年，那时候还没有安贞营，我满腔热血，为了匡扶心中正义，在神捕营做了一名捕快。当时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，木骨画像，这就是死的那3个女子的画像。新来的，
逗我们的吧？你现在画的这个是凶手你见过啊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你能画这么详细啊？根据尸体上的伤口，加上中副座对凶手的推测，刀是从右下方向上斜刺心脏。这3名被剥去脸皮的死者均为女子。如果这个凶手比他们高，甚至和他们一样高，那刺中心脏的位置就不应该是这个角度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凶手很可能会比这些死者矮许多。凶手是个矮子，再加上死者的骨骼以及他割面皮的行为揣测出来的。揣测就能画出来啊？凶手如此暴力，心中定有极大的怨念。而这些女子的脸都十分美貌，他割死者的面皮就是想破坏这种美貌，发泄心中的怨恨。那凶手的这张脸很可能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，他一定过得十分卑微，不被尊重，最后只能变成一个靠杀人来取悦自己的疯子。不，光靠这几张画像，还有你嘴上说的，那怎么就能断定这是凶手啊？只要抓住他，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。这也是抛尸现场吗？是。把手上戴上。走。这是你画的？啊。行啊，就凭了这么点线索，就能把人画得如此身心兼备，这人才呀！前辈是钟云赤。晚辈诸葛通拜见副座。啊，行了，以后要不要和我一起办案啊？太好了。那个副座，来一块儿。走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钟云驰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搭档，也成为了最好的兄弟。他真是一个天才，我们一起破获了无数案件，抓捕了无数凶手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沈不英声名鹊起。那您和钟不宝怎么会？有一群恶徒被沈不英追捕，为了救钟云赤，我被他们抓住。为了泄愤，他们砍掉了我的右手，弄瞎了我的左眼。就是从那天起，一切都变了。钟云赤因为破获了几起大案，被陛下赐号捕王，成为了首座。参见首座。好了，首座大人，咱把这个匾挂在哪儿啊？挂书房。书房怎么能行啊？咱们得挂神厅。走，挂神厅。而在床上躺了2年的我，却再也无法拿起画笔。他们以为我废了，同情我，议论我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帮我。走在大街上，迎面走过来的孩子因为怕我而躲避我。那些我拼了命曾经保护的人，他们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做。那
那钟不王呢？钟捕王，他怎么会在意一个废人？他成为首座的第一者调令，就是把我调走，让我去做什么文书。就是在那天，我认清了钟云赤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，决定彻底与他和沈不赢决裂。没错，我的身体是废了，可我因何而废？是为他，为他钟云赤。可他呢？把我的阿扎一向扔掉，拿走了属于我的所有荣耀、所有赞誉，我的手、我的眼、我的一切。你说我该不该恨他？好在上天眷顾，陛下英明，安贞营心力。陛下下旨让我担任首座，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发誓我要赢回来，把我失去的一切从沈不赢和钟云赤身上赢回来。现在你知道你口中的钟捕王是一个多么薄情寡义的伪君子，他教出来的徒弟只会比他更甚。疯了，跑安贞营来找我。情况紧急，顾不了这么多。这是……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你父亲的。你是为了这幅画像？我曾听我师父说过，你父亲有3岁化老的本事。说是我帮你把这画像交给父亲，他一定会寻根问底。万一被他发现你我私下联系，那只会更加麻烦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一字不问，就算他能画出如今苗云的模样，仅凭你们几个，也不可能这几日就找到画像主人吧。所以我没打算让你去找你父亲。那你想做什么？父亲，进来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父亲，儿子想了许久，有些话不得不说。说。钟捕王一生行仁义之事，当年他让您走，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您好？胡说！您当年遭遇大难，沉寂数年，陛下组建安贞营此等大事，刑部又推荐了数人，父亲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此人为何会落到您的身上？你想说什么？这是我从天书阁找来的一份议事册，其中有安贞营组建之前，陛下和钟捕王的商谈笔录。也许您看了之后，会有不同的看法。诸葛通，可是刑部呈上来的名单上面没有这个人呐。钟爱卿，你为何要举荐他呀？陛下，安贞营将来不仅要和沈不银共掌京城之重案，上府监察官员护卫王室之责，首座之职，不仅需要心思缜密，能洞察人心，更当有一颗忠诚刚毅之心。臣深信，没有比诸葛通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据我所闻，诸葛通之前被歹人所害，身残眼盲，已经不复当年了。他果真能够担此重任？回陛下，他曾经与臣共事数年，
臣深谙其为人，他的才能绝非形体之残可遮掩。论洞察人心、智谋远见，臣平生所识之人，无出其右者。哪怕是臣自己，也远不如他。刑部曾上奏说，之前你已经将诸葛通遣离神不应。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有本事，你为何又要让他走呢？此事乃是误会。误会？臣从未怀疑过他的才能，也未曾想遣他离去。只是臣在继任神不应首座之后，结怨重重。他是臣的至交兄弟，又身有残缺，若再置他于险境之中，万一出了事，臣即便是死，也难以弥补。你是为了保护他？臣本想让他暂时远离纷争，待心绪得以平复，再周详商议。不想那个时候他因身体之伤，情绪不稳，臣也未能及时与之深谈，致使他对臣怨恨重重，方致今日的局面。原来是这样。陛下，臣愿以性命为其担保，诸葛通绝不会辜负圣恩。若他不能担起安贞营首座之职，臣愿负欺君之罪，还请皇上赐诸葛通再展报复之期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如果这是真的，他为什么不当面对我说？因为师父说过，您骄傲过甚，若您知晓，必定以为是同情而拒绝。若您继续躲藏下去，是朝廷乃至整个大齐的损失，所以才未曾告知于您。来人，来人呐！父亲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已经把外面的守卫都遣出去了。糊涂，竟如此大胆！父亲，让开！孔乙，诸葛首座，我今日赶来找您，就没有想过要抗争，更没有想过要逃走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想让您做一个决断。决断？我明白您对我和我师父的成见。我师父少有罪事，但仅有那么几次，他都会自言自语，说他对您有愧。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带着酒约您去第一次见面的湖边，跟您好生说一句抱歉。只可惜我师父，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你来见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些陈年旧事？您不是一直想知道，方首座为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我放走吗？若您想知道，我可以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知于您。但您一旦知情，生死便由不得自己。若您决定不听，我把我的命交给你，要抓要杀，悉听尊便。云儿，他要说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所以这段时间你明里暗里的帮助神不营，是也不是？父亲，我早已做出了决定。我能告诉您的是，我从未后悔站在他身边。跳得也甘心和在海边茫茫然所爱无言，不苍然眼前不悲，眼前百年。我倒要听听你如何舌灿莲花，竟让他们做出如此愚蠢之选择。你可知道，就算抓住叶煞，你想洗脱罪名，没有证据也绝非易事。知道。海牙只是关系重大，
你可有把握解决此事？没有。那你可知道，只要抓住你，杀了你，你所说的我都当作没有听到，就可以置身事外，甚至加官进爵。知道。你既然都知道，居然还想让我卷进这场随时可能丧命的灾祸之中？父亲，闭嘴！那诸葛首座，您可愿意？把那东西拿给我。自从离开神捕营，我就再也没有画过像。我也不敢保证，是否能够用这残破之躯画出你想要的东西。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的，哪怕您失了一目一手，但您从未失过心中道义。您依旧是那个大齐第一画罪师。安真营已经派出所有人马全程搜捕苗云，若是没有找到，诸葛首座也会联合刑部所有官员上奏陛下，以证据不足为由，保住方首座的性命。没有想到，有一天居然会是安真营帮了我们。无论有多黑暗，总会有人选择站在光明这一边。总感觉在哪儿见过这个人。死到临头，喝上你诸葛通送来的酒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论结局如何，我都不在乎了。但是我真没想到，你会帮萧北明做这些。我并非为了萧北明。我知道，他在九泉之下会很高兴。诸葛通回来了。你刚才说你见过苗云？你还记得3年前你和我师兄
曾因保护沈大人赌过一局吗？有，都有。这般得意吗？师妹，你怎么？师兄，你是说是其中一个乞丐？没错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该不会记错了吧？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丐帮对于这些常年在京城里的乞丐，他们规矩很严，一般划片乞讨，绝不越界。那赌坊旁边的乞丐归哪里管？应该是挨着城隍庙。这里就是城隍庙，已经废弃很久了。你们当家的在哪儿？官爷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大的阵仗！这是不是你们的人？这不是二愣子吗？二愣子，现在人在哪里？在那儿睡觉呢。别睡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官爷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他就是个傻子。犟倒是犟，可这样的人会是夜叉？身上有疤痕，右腿是瘸的。这么看，丐帮老大捡他的时间，跟他从慈云殿失踪的时间完全对得上。这线索都对得上，他应该就是苗云啊。脉象也稳。哦，这痴傻症号不出这脉。可就算他是苗云，以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说他是夜煞也很难服众啊。他饿了，给他吃饭吧。啊？还有没有饭？有。这看样子是吃饱喝足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人虽然找着了，这啥也问不出来，总不能就这么养着他吧？他会不会是装傻？你怎么看？刚才他吃了几碗饭？5碗。我记得最后一碗的时候，你给他加了很多盐。加了这么多盐，还吃得津津有味，应该是真傻。他是装的。装的？一个正常人遇到咽不下去的东西会怎么做？吐出来。可你也说了，那是正常人的状态。他是个吃不饱饭的乞丐，还有痴傻症，那吃这么多不吐出来也很正常啊。不对。没错，只有正常人才会思考。傻子怎么做才更像傻子？他如果吐出来，可能真的是傻子，可他却强忍着也要咽下去，反而不对劲。装的，我现在就拆穿他。如果他真是装的，装了这么多年，绝非是一般人。我们需要当众让他暴露自己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渴了吧？来，把这糖水喝了。
不够啊，我再给你打一碗。这么快？我要下猛了吗？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义父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你有没有出卖我？我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他们都以为我是傻子，没有人会注意我。你撒谎！你竟敢对我出手！我不敢了。这面具脏死了。姚云，我们该聊聊了吧？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们要找的人是谁？叶莎，苗姐她是叶莎，她已经死了。当初建造这个密室，究竟是为了做什么？杀人。我杀了好多的人。从我小时候，他便会抓来很多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死囚，扔到这里，让我和他们搏杀。我身上的疤，还有我腿上的伤，都是这么来的。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海牙，他说我们都是海牙人，是大齐覆灭了我们的一切，而我们活着就是要向大齐复仇。所以你就是第二个叶莎？我不是的，我不是。但也可以说我曾经试过。曾经试过，什么意思？苗姐说我迟早会接过叶煞的事业，她便一直强迫我去学一些杀人犯案的手段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复仇，我也不想去送死，我只想好好的活着。后来有一次，我感染了风寒。小儿高烧数日，昏迷不醒，胡言乱语。好，我回去再想想办法。好。来，请。我便借着高烧不退，假装自己烧成了痴傻儿。你的伎俩能瞒得过他？我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也害怕。只有我知道他有多么的凶残，一旦被他发现，我是一定会被杀掉的。可他并没有杀掉你。是，可能他也怕引火烧身，
又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发现。我装了一段时间，他便派人把我送到了慈心院。后来我找到机会便从那儿逃走了。你既然都逃走了，为什么不逃得远一点？留在京城，不怕被他发现吗？他若想找我，我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能找到。而我只有躲在京城，这样他才没有威胁。直到3年前，我听说他死在了风波湖，我还听说萧北明就是夜煞逃跑了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害怕你跟他也是一伙的会来找我。那时京城2大营的捕快都在抓我，你还是觉得京城安全，于是索性假扮成乞丐，在京城躲到现在。你倒是聪明啊！现在我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你们了，我可以帮你们作证，苗姐就是夜煞，我可以帮你们作证，我真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这一切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啊！先把他带回去关起来吧。走吧。看他的反应，应该没有说谎。他确实没有夜煞的本事。他的口供和那间密室都可以证明苗杰就是夜煞。利用这些证据，是不是可以先替你和方守作脱罪？不可，找不到新夜煞，所有推理皆为臆测。我和方守作能否脱罪不说，还要公之于众，局势只会越加险峻。可是时间不多了，我虽然可以说服陛下延期处斩，可是若是没有新的证据和线索，申不赢头上的这一刀还是躲不过去的。诸葛首座，能不能帮我安排一间监房，还有关于夜煞案的所有案件卷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想想一想，静一静。我总觉得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信息，我需要想明白。背向血泪，风波湖，朱一天，火宗耀，出口杀，青衣，老抽抽，黄无常，北海，苗姐，不对，还是不对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公子，让他趁热吃。是。帮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还是一口没吃啊？到底怎么了？他只说，在诸葛孔明回来之前不要打扰他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都在里面好几天了，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？公子，他在里面吗？公子在。
查到了，如你所料。我记得中捕王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排除所有的不可能，剩下的，哪怕你再不相信，但那就是真相。他看上去是个年轻人，从身形体态上判断，应该是个中年男子。不过他每一次都睁眼看不清真容，他的眼睛右侧有一颗黑痣。师兄，难道你已经发现了什么？叶莎是小北冥，不过他可能已经主上是神，他永远都不会死。其实每一个海牙的信仰，所有还活着的海牙人的信仰。北冥二字，未尽不孩子就拜托给你了。北海地宫坍塌，是不是就是第二个夜煞计划的？目的就是让我们都死。怎么会有人能跟在我们后面躲过层层机关，最后还不被发现？他怎么可能做得到？问题不在做不做得到，而是时机。我已经知道新夜煞是谁了。他到底是谁？这一切都要从海牙案之后说起。我们之前推理过，参方甲在海牙犯下滔天重罪，苗杰带着血海神者回到天书阁任职，图谋为海牙复仇。但他深知光靠自己不可能完成复仇大业，于是他开始培养接班人。可是他选择的接班人，假装成了一个痴傻儿。没错，我想，他也想过杀掉苗云，但因为同为海牙人，他不忍心下手，于是他冒着风险将苗云送走，让他自生自灭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开始培养新的接班人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海牙孤儿册上的三峰甲被一个个杀害，那些海牙孤儿被一个个带走。他是想在那群孤儿里找新的夜煞。我猜他也考虑过我，只是因为师父对我的庇护，让他没机会动手。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理想的人。那个孩子跟他一样，同样身负仇恨，不仅心狠手辣，而且极其聪慧。于是他们二人准备开始第一个案件，也就是那个案件，是这一切的开始。是哪个案子？平远镖局。我一直在奇怪一件事：苗杰为了复仇杀了当年很多的参风甲和当年谏言的官员，但他都只单杀一人，从不祸及满门。他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他选中的孩子隐藏身份，只有死人才不会引起人的怀疑。而他选中的那个人，就是童双。怎么可能？你说童双是？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：新夜煞为何能知道我们每一步计划，甚至知道我们何时出发去海牙？那封举报方手做的密报，就那么精准的在我们回京之前送到了安正营的手上。因为那个人一直就在我们身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知道，你们不愿意相信，但我去了趟威州。二少爷童鹏是老爷从外面带回来的，没人知道他母亲是谁。三少爷跟二少爷年龄相仿，生性顽皮，活泼好动，爱招惹是非，尤其是喜欢招惹二少爷。他能变成现在这样持重沉稳的样子，真让人高兴啊！海波，麻烦您带我去趟童家墓地。哎呀，这可怎么跟老爷交代？我记得他们哥俩打过一架，二少爷一把把三少爷推倒在地，三少爷的右胳膊折了。这右臂骨明显比左臂骨要细一圈，也就是说，死者生前右臂是受过伤的。因为孩童骨头发育得快，受伤右臂长时间无法活动，伤势痊愈后，这骨头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海波，如果那件事你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棺椁里躺着的不是二少爷童鹏，而是受过伤的三少爷童双。童双是假的。
还记得沈弼、沈大人吗？我跟着暗针营的人来到了春雨镇，在一个有很多小孩的地方找到了沈大人。后来他们把沈大人带到一个房子里，那个房子周围都是山体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当时下毒杀死沈大人的，就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童双。还记得青音死前身边是谁吗？海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是朱一铁那种软骨头吗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还记得黄无常死前最后见的又是谁吗？给我上！这会不会是巧合？仅靠这些也无法证明他们的死就是童双指使的。肖大哥说的或许是对的。我给童双解绳子的时候，发现绳印很浅，我当时并没太在意，但现在想想，他被抓走那么久，如果一直被捆住，勒痕应该很深，甚至会出现淤青。可当时什么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发现我们快到山顶之后，才绑了手脚？而且黄无常还义无反顾地自杀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北海地宫的存在，甚至进去过不止一次。以他们的实力，想要破解地宫的3道谜语并不困难，只是他们没有钥匙，故而没有进到最后的地宫。他之所以接近你，就是为了找到钥匙。苗杰知道，师父是最后见过北海的人。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把钥匙存在，北海只有可能把钥匙给了师父。师父死后，他们搜遍了神武营都没有搜到这把钥匙。如果我是叶煞，我也会认为师父最后把钥匙交给了我。所以那天地宫的爆炸，也是他提前安排手下埋伏在那里做的。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假死在那坍塌的石头之下，就是他最后的脱身之计。毕竟我们谁也没有真正的见过他的尸体。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是疾风丹。让我们来海牙，他就是认为，在那间密室里还有疾风丹的存在。糟了，他现在得到了疾风丹的丹方，那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最后的复仇。我不同意，这根本就是在赌。这么做，我们就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后路了。我们还有得选吗？别无选择，只有一路。你二位有何急事啊？陛下，暗针营已获知萧北明的下落。人在何处？他未被关押，萧北明正在殿外候着。殿外？陛下，叶煞一案经暗针营查证，已获得了新的证据，现在已经可以证实萧北明并非叶煞，他身上的罪行乃是栽赃诬陷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启禀陛下，自风波湖案发，萧北明身陷冤屈，被寻昭雪之仇，逃亡3年，失志不愈。方首座也是信其提供的证据，所以才敢冒生死之险将其释放，以核查真相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萧北明便主动现身自首。真相大白，那这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萧北明所查之事，匪夷所思，骇人听闻，远超臣的想象。叶煞一案牵涉甚深，乃至关系到大齐上下安危，臣等难以决断。思虑再三，决定将萧北明带来面见陛下，希望陛下听其陈述之后圣裁。那你父子2人也愿意信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
萧北冥拜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将他的锁铐卸了。陛下，恐怕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现在神不营和暗真营都在替这个人翻案。就算真信不过这个萧北冥，还信不过刑部二营吗？谢陛下。多年不见，萧北冥，你也沧桑了不少啊，已然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了。命运多舛，今能在陛下面前自白，亦算是莫大的幸事。他们都说你身负冤屈，到底是什么冤屈啊？这个夜煞，如何又关系到我们大齐的安危啊？陛下，您可知海牙？看来您一直都知晓。王公公，在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你是如何知晓？哪里的？不只是知晓，为查真相，草民亲身去过那里，更是已经知晓20年前那段被大齐掩盖的历史。你怎么可能去过那里？海牙明明就已经被焚烧掩盖，从大齐抹去了什么？不仅没有。那段被大齐掩盖的历史，反而孕育出了罪恶的夜煞。夜煞如今所做的一切，皆是在为海牙复仇。是生是死，全靠他了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师兄从未让人失望过。丹火，陛下，如今新夜煞已经获得了疾风丹丹方，意味着20年前那场因为丹毒而造成的无数杀戮将会重演。只不过，这次灾祸发生的地方，将会是大齐。如今夜煞才有多少人呢？就算是真的出现，那我大齐无数将士，还平定不了此乱吗？倘若疾风丹并非为夜煞麾下所备呢？倘若夜煞将丹毒蔓延至朝堂、军中，乃至百姓呢？那时的大齐将会变成生灵涂炭、万劫不复的人间炼狱。陛下，草民本想等到抓到新夜煞，解决祸端，再亲自来您面前自审此案。可如今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再拖下去了。阻止他，必须要阻止他。萧北冥，你很了解夜煞，朕现在就免去你和你身边之人所有的罪责。你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，只要能在最短时间抓住夜煞，朕全都答应你。陛下，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局面，个人的生死荣辱依然不重要。草民今日前来，也并非是为了此事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陛下可曾想过，就算我们抓到了新夜煞，那会不会有第3个夜煞、第4个夜煞出现？夜煞，它只是个名字，他们的背后是血海深仇、滔天之怒、刻骨之恨。若此仇不报，此怨不解，此恨不除，夜煞之祸只会无穷无尽，
大齐又能何时真正安宁？海牙，海牙，海牙之祸，乃大是大非。若继续是非不明，皂白不分，避之不谈，灾祸便会无穷无尽。别说了，你也知晓当年始末，当年残风甲屠戮海牙，乃是形势所逼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跟我说是非，谁又能够看得清楚，辨个明白？辨不明白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怕。那谁在怕？参风甲诸将在怕，艺术术诸位大人在怕，先皇和陛下也在怕。放肆！参风甲诸将怕面对过去的所作所为，艺术术诸位大人怕遭千夫所指，先皇和陛下怕失去至尊威严。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怕，才没人敢去看个清楚，去辨个明白。你小北冥，你就怕朕杀了你吗？我世界可敬可怜可憎，相信你跳得也甘心和带来面，茫茫然所爱无言。别太紧张了，他可是萧北冥，生生死死经历了多少次，地府小鬼都怕他了。好，你不怕。既然你这个小北冥不怕死，那就让朕来听一听，你这个曾经的大齐第一神捕，该如何评判海牙一案的是非功过？海牙之祸，其一过，乃我赴北海。我赴北海，急功近利，为求所谓医道无双，研制疾风丹，尚未查验其效，研出解药，便贸然进谏，致使数位爱国将士染上丹毒，酿成海牙血案。我负贪念，那一切灾祸之源。当时一罪，海牙之祸；其二过，乃参风甲数位将士与艺术术诸位大人，其中包括我师父钟云赤。参风甲诸位将士与艺术术诸位大人面对无力之举，放弃城中百姓，致使无数海牙百姓遭难。其后更是自以所为大局，下令对逃出劫难的百姓挥下屠刀，就算他们难过心魔，保留海牙火种，也难掩盖其行径之恶。当时二罪，海牙之祸；其三过，乃先皇和陛下。大胆！天下乃万民之天下，参风甲诸将所寻之令，艺术术诸位大人所决之策，口口声声皆为了大齐百姓，为了所谓大局安稳。可若君主贤明，不将百姓视为随之可弃之蝼蚁，又岂会因一城之难失天下民心？所谓大局，又何谈不稳？而陛下之过，在于陛下勤政爱民，大齐中兴多年，早已没了当年之忧患。可陛下明明知晓海牙往事，却为了所谓的宗室颜面，对此事避而不谈，视而不见，致使海牙至今依旧封锁，寥寥幸存海牙百姓生计困苦，存活无望。海牙已亡，但海牙百姓仍是我大齐之民，不是吗？告诉朕，该如何才能阻断这祸之根源？陛下。
调到新叶沙后，臣希望解开海牙封禁，解救残存百姓，并将海牙之事公之于众，是非公道，天下众观，自有评说。陛下，臣时刻在想，倘若大齐真到了如夜煞谣言那般，面临将覆之局，造成那样结果的，绝不是因为一个夜煞，而是大齐失去的民心与公义。深处夜宵，山月沉云泥沼。你让我说是非功过，过就在此。那功在何处？陛下可知？何人有功啊？功就在那些死去的和残存的海牙百姓身上。护大齐之今的，是那些惨死在屠刀之下的亡魂。是那些不知葬在何处的冤魂，是那些如今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残存，他们才是应该被大齐铭记的英雄，而如今却被大齐泯灭在了那段历史的阴暗之中。陛下，如今您好好看清楚，该变明白的，不应该是我萧北明，而应该是他们才对。放吟啸，且虚心。若长夜困我心，回雨如天晴，难醉谷中熬。生死未兆，岂归相依？输赢凭谁料？若如炬这独行，执子这险行风波，看今宵。叶煞想要研制疾风丹，就一定需要力金和支架。我已经派人赶往威州，还有京郊骊山，若发现异动，会第一时间来报。童双的通缉画像也已经派人送到了大齐的各处，若有消息会马上通知我们。神捕营和暗真营的人马现在紧密监视着京城的动向。按你所说，他一定会来京城。那么一旦发现，立刻缉拿。对了，风武座这几日在研制疾风丹的解药，若是研制成功，那叶煞就失去了最大的底牌。可此事希望不大，毕竟天才如北海和无双也没有成功。青出于蓝，我相信他能做到。你们之间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信任。纠正一下哈，是我们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这几天一直没有合眼，有我们两个老家伙在这儿盯着，你们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下。师妹呢？你师妹是闲得住的人吗？带着方银他们出去了。你去哪里？3年了，我要重新学学如何做个捕快。
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走吧。你是说陛下已经免去了萧北明和方天正的罪责，不仅让他们官复原职，而且还让萧北明负责叶煞一案？是啊，大人。哼，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到了。那叶煞的身份已经查明，现在满大街都是通缉。街上跳舞的可是你的戏班，你是班主。是。先站起来说话吧。这不见了2位官爷害怕吗？又没做亏心事，你害怕什么？2位大人，我们只是群卖艺的，有人出钱让我们祭祀四象。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是真不知道啊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。你是班主，谁出钱让你办事，你不知道？真是不知道啊！前几天我一起来，就发现门口有个箱子，还有1两金子，信上写着让我们跳舞的时间地点。至于是谁安排的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连人都没见到，你就敢答应？大人，1两金子可不是小钱啊，顶我们大半年的收成呢。再说了，跳个舞而已，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，为何不应啊？只是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哎，哦，那些奇怪的旗子也是放在箱子里一起送来的。你先去画押吧。你来看看这旗子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旗上的图案是用紫阳草研磨出来的颜料画的，有点见识啊。紫阳草平时是青色，温度稍高便会变成红色。他们拿着旗子在阳光下挥舞，旗子就会发生所谓的变化。这就是障眼法。这件事应该是他做的。他不会轻易的露出破绽，再问下去也没用，把人放了吧。有没有一种能让人致幻的毒物，可以让所有人陷入同一种幻境中？世间万物无奇不有，我们看到的吃惊也好，其他致幻物也罢，虽都能让中毒者陷入幻觉，可要让所有中毒者陷入同一种幻觉，至少我没听说过。没错，白虎杀人其实跟那个旗子一样，都是障眼法，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其中的关系罢了。我们虽然不相信，可那些百姓们呢？现在那句口号还有白虎杀人案在京城都传开了，很多百姓都认为叶煞是天上真神派下来拯救苍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麻烦怕是大了。这恐怕就是他想看到的，众目睽睽之下杀死吴大人，就是向我们宣战。师兄，你在想什么？四象化魔，夜煞降临，执掌天下。这口号怎么了？四象化魔，如今白虎已经杀人，也就意味着还会有3起案件。还有3起？这就是最麻烦之处。敌暗我明，我们明知道他在京城，也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，可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要在何时何地会对何人动手。最可怕的情况恐怕就像今天这样，只有等案发之后才能去调查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，被他牵着鼻子走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他。我现在就去，哪怕把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方捕快，诸位，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你们赶紧回沈不营，同双的不是叶煞他来自首了。
了。是你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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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大好，是我欠你的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现在全天下皆知我是夜煞，我无路可退，我是来自首的。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信不信看你。难道现在的大齐还有比我坐在这儿任由你们摆布更好的局面啊？他是被困，北海的儿子，也是师兄的。如今这声大哥，是该由我来叫你，还是你来叫我呀？你们都出去，我有话要单独跟他说。好，那我们在门外候着。那怎么行？放心，他若想杀我，这些年有的是机会，不会专程跑到这里来动手的。回避。是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在通缉令上不是写的够清楚了吗？你萧北明不是把所有的事都理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我想听你亲口跟我说，他们全都是你杀的。啊？我再帮你复述一遍：沈弼、陆文忠、樊敬之、秦业、霍宗耀、楚广厦、童心、吴追，还有你师父钟云池。这些曾经在海牙作恶的人，都是我杀的。你留在我身边，就只是为了那把钥匙？没错，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让你看到海牙的真相。我一直以来相信，如果这个世上有连我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一定只有你萧北明才能解开。我想看看你的选择，不过你的选择让我很失望。海牙之事我已经和陛下深谈，他已经答应解开海牙封禁，并且解救残存百姓，也愿意下罪起诏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当你官复原职那刻，我便猜到了。那你竟然还当众杀死了吴追！行了，对我来说，这些所谓的弥补也好，道歉也罢，都是你们这群人可笑的自我感动罢了，改变不了任何事，尤其是已经发生过的事。那你为什么还来自首呢？身为夜煞，但也卧薪尝胆在神捕营干了这么久，多少
有点情感吧？而且，我看你们被我耍得团团转，有些于心不忍罢了。郑手啊，没想到啊，如此冷静的你，也会有失态的一天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让你变成今天这副模样？经历了什么？我猜你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。毕竟你总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实在是太痛苦了。你亲眼看着至亲死在面前，却无能为力；看着曾经的恋人视你如死敌，对你拔刀相向；看着自己一身武功全废，身染剧毒，却时日无多。你再看看自己所有的努力，其实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。大齐第一神部啊，却被身边之人陷害、利用、欺骗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总觉得你才是这个天下最古最冤之人，所以总是要问问别人经历了什么，然后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告诉他：你看，我萧北明过得如此痛苦，却从未走上邪路。你走到今天这地步，都是你自己的错，对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所谓的痛苦，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谁让你进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跑进来偷东西不成吗？夫人，别动气，别动气。二少爷年纪还小，不懂事。哪有什么二少爷，不过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种而已，脏了我东院的地板。海伯，今天一天都别给他饭吃，省得这野种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怎么说也是咱们二少爷，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了？这二少爷是当年童镖头退伍归乡，从外面带回来的，说不清什么来历。当年夫人是发了好大一通火。可不是，这平远镖局上上下下，谁敢惹夫人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夫人不想让他好过，谁敢让他好过呀？他现在就面上是个少爷，就连倒泔水的下人也能随随便便骂他几句。哎呀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个孩子，他又不是狗。哎，他要是条狗就好了，还不至于活成这样。是有梦萦绕不休。你就跟着我吧，你以后就叫灯笼吧。三阳两语如何抚平心刺痛？哟，这不是我那野二哥吗？哪来的小狗啊？哟，这是我的狗。什么你的狗啊？北少爷看上的，就是北少爷的。你放开，他敢咬我！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！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放开他！你干二少爷，深渊，夜间苍穹，月如流萤起，暗中微弱疑惑，一张虚空。这幅长夜绝境重重，穿过暗流，不曾停留。要这世界看清我不天之国。可不是嘛！
他把海牙的一切都告诉我，还说身为海牙的孤儿都背负着复仇的使命。只靠毒药，很容易被人猜到是我做的。要想不被人发现，需要一场火灾。我这个同朋也要死在这场火灾里。很好。比之前快了一些，是你找的人越来越不中用了。我记得你曾经对狗不是畜生就是畜生，太吵了。听完什么感受？也对。你能有什么感受？你我都是海牙孤儿，但你从小便生活在神不隐，不说养尊处优，也算是衣食无虑吧。有照顾你的师傅师娘，有崇拜你的师弟师妹，有那么多冤案凶案让你施展报复，哪怕你被千夫所指，依旧可以让所有对手，包括那个皇帝，都站在你的身边。论起这个，真是1000个我也比不上你啊！但就算这样的你有1000个、10000个，也感受不到我1/1000的痛苦。所以，在你心里，只要让你痛苦过的，你都要将他们毁掉吗？没错。海牙是我所有痛苦的根源，我只有毁掉这些制造痛苦的人，我的痛苦才会消失。我所杀之人悉数盖住，我所做一切皆为正义。北棍，这些年你为了讥讽他，你为了复仇，你杀了多少人？又犯了多少案子？你害死了多少无辜百姓？他们每一个人都和海牙有关吗？一生都在仰慕你的青鹰，一直都对你心怀感激的黄无常，还有只想做回普通人的朱一铁。难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该死吗？少北北，你少跟我扯这些！你好好问问你自己，倘若当年是你去了平原表界，而我来了神不隐呢？你会如何？
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大义凛然地站在我面前说这些假仁假义的话吗？你就是被命运偏爱之人，而我是被命运抛弃之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评判我？陛下下旨，案情已清，不必再审，即刻将童双押往天牢看管，明日问斩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其实我来自首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无论我身处何处，该发生的事依旧会发生，你们所做的一切皆为徒劳，改变不了什么。不信啊，等着瞧。师兄，我在想，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看起来没有丝毫悔改之意，但他为何要来自首？莫不是他还有别的阴谋？若还有别的阴谋，明日他就要被行刑，也只剩今晚可以实施了。不可能，天牢守卫森严，哪怕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施展不出来。难不成他还培养了一个夜煞？他想和苗杰一样，用自己的死来做别的事情？时局已然不同，他这样做没有意义。既然想不通，不如我今晚就去天牢亲自盯着他，我会寸步不离地看着他，直到行刑的那一刻。好办法，以你的身手和这天牢的捕快，除非他召唤出什么妖魔鬼怪把天牢给拆了，否则他什么也做不了。注意安全。好。大内高手天罡立上。见过主母快。奉陛下旨意，今夜看守此犯。我想看一下犯人。看来你们还是对我不放心啊！哪怕是被关在这种地方，还要嫂子亲自来看着我。哦，不对，我现在应该叫你弟妹啊！毕竟我们相识一场，一块出生入死，我沦落成今天这般模样，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不觉得我很可怜啊？那个曾经跟我们出生入死的同属，我就当他已经身亡在了海牙。如今的你，不过是个跟他模样相似的杀人魔头而已。我不管你有什么阴谋诡计，那把该落在你头上的刀，你躲不掉的。哼，也对哦。你确实应该比别人更加恨我，毕竟钟云痴的死是我计划的，我才是你真正的杀父仇人。你听着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个捕快，如果不是因为还有律法，你刚刚在神捕营早就已经死了。明天我会亲眼看着你的人头落地。我也很期待明日你们脸上的表情啊！
你还在想四象化魔的事情？现在一切已成定局，不必再费心神了。但愿吧。只是心里有点不安。没什么可不安的，他现在被关在天牢第17层，除了钟雪漫，还有御前2大高手一同看守他。哪怕他用盖世武功，也插翅难逃。夜煞从来都不会多大，可现在只剩几个时辰就天亮了，我实在想不到现在的他还能做些什么。无论我身处何处，该发生的事依旧会发生。你刚才说夜煞被关在第几层？第17层啊。我早该想到的。什么味道？好像什么东西烧着了，是下面，是18层。先看人犯。哎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这怎么感觉这么热啊？这是鸟叫，天牢里怎么可能会有鸟？你们先看着人，我下去看看。底下人犯事关重大，我回头会向陛下禀报，出了事我负责。师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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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晕了。看看，醒醒！武烈死了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发生什么了？朱雀，我看见朱雀了。雪漫，别再纠结刚才的事了。你不是也说了，那不过是障眼法而已。不一样，白虎攻击时我是在现场，但我跟师兄只是在人群外远远看见。这次不同，我亲眼看到朱雀朝我飞来，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他的攻击，这感觉是真的，障眼法不可能做到。鸟的爪印，你看这个，地上找到。看这羽毛的长短，还有爪印的深浅，这鸟很有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所有鸟类都要大。看来这里真如钟雪漫所说，出现过一只红色巨鸟。我检查过了，跟吴坠的死因很像，
死者身上有多处的外伤和烫伤，致命伤口是脖颈处的洞穿伤，流血致死。可伤他的并非寻常利器，更像是鸟喙或鸟爪之类。捕猎是绝世高手，寻常人根本伤不到他。莫非正是什么朱雀？那如果不是障眼法的话，就说明他真的能在牢房之内唤出神兽助他杀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拿这些虫子干什么？无罪大人遇害的现场也有这样的虫子。我在2处案发现场出现同样死状的蚂蚁，应该不是巧合，而是破案的关键。走吧。是你干的。没错，是我招来了朱雀。我和你说过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该发生的事儿都会发生。四象化魔大旗将覆，哪怕是明天我人头落地了，你们也阻止不了这一切。你来自首，就只是为了杀武烈？不止。哎呀，这天快亮了。属于我的时刻快到来了，你是最好的观众，明天要好好看清楚啊！都准备妥当。时辰到，待嫌犯夜杀。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恶犯北昆，化名夜煞，屡犯律法，欺杀百姓，屠戮忠良，谋逆江山，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诛。今奉圣上旨意，特赐斩首之刑，以正国法，昭示天下。今日行刑，为是罪犯之恶，天理之明，国法之严，陛下之人。尔等当以北昆为戒，勿效其所为，否则必遭天谴，不得善终。为何发笑？好一个勿效其所为，否则必遭天谴。
大齐国运早已枯竭，尔等竟亵渎神明，轻慢天命，必将引来天谴之危。到时苍生罹难，世间哀痛，皆是尔等之责，万死难辞。不得轻饶了他！死期将至，你还在妖言惑众？尔等若是不信，试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斩杀了你这口出狂言、恶贯满盈的恶徒会有什么样的天谴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！大齐将复，天命所归，敬畏天道，万国庇佑。大齐将复，天命所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发怒了吗？怎么可能不怒？差点砍了我们两个的脑袋。这2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闻所未闻，现在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传，他们说同寿叶煞在刑场说的那些话，还有天空中传下的口号，早已经传开了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许多百姓还偷偷供奉起了叶煞的牌位，以求得到庇佑，躲避所谓的天谴。这才是他来自首的目的。我们之前一直将注意力放在海牙和疾风丹上，现在我才想明白，他想要的远远不只是复仇，他是想要诛大齐的心。诛大齐的心？一个身负神力，又不会被刀兵所伤，能驾驭仙兽，唤醒神灵，又能在世间任意角落随意掌控一个凡人生死的，是何存在？是神。他就是借了我们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步成为神。今日过后，除了我们，无人在意叶煞是否为杀人恶魔，犯过何等罪行，都只会以为他之前所做一切皆为天意，他之后所言所道皆为神谕。谣言会不断滋生，追随者也会越来越多，届时他便能轻而易举地操控众生心智。再加上他手握疾风丹，万一真的利用起来，那便是真正的天谴了。必须阻止他，否则天下将大乱。可那些神兽都是大家亲眼所见，若不能找到其中关键，如何扒下他身上神的外衣呢？更要紧的是，朱雀、白虎，还有今天的青龙，4项已出其3，还有玄武危险。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他会利用玄武做出什么。这是我在刑场发现的。又是这些虫子。时间不多了，
要想破解4项之谜，只能从这些虫子入手。我知道有个人，或许能帮上我们。